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日本首相岸田在访问了乌克兰以后呢，回国呀，积极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要向外国的军队出口日本的这种装备和器材。为什么他要强调是器材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战场上你枪炮是属于武器，日本是不能出口的。但是枪和炮上都需要观瞄器材，比如说有了观瞄器材，狙击手可以看得更远，打得更准。那火炮上如果有了这些观瞄器材，那同样可以达到看得远、打得准的效果。作为雷达它是不能够发射导弹，也不能够发射炮弹，但是有了雷达，你可以很快的、很远的发现空中或者地面的这些目标。特别是在通信领域里边通信器材只是通话，它当然不能使人伤亡，但是你有了这样的器材，你就可以使不同区域里边的部队装备进行相关的联通，可以更好的形成这种体系作战的能力。所以日本它就是钻这样的空子，我没有出口武器装备，我出口的是器材，但是呢，这些器材可是提供给有一方的军队的。我们知道它就回避了一个使用的环境，因为这些器材是在战场上使用的，是在一个军事领域里使用的，所以这是一个环境。再有一个就是它发挥的作用，它虽然没有直接的去打击对方的人员或者是这个设施，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却是相同的，就是使某一方有了这些器材之后，可以打得更远，可以打得更准，那么实际上也是在增加这个战场上效果的变化。所以日本它在积极推进这样一件事情。其次呢，就是要在武器装备转移三原则上做文章。因为其他的国家它叫武器装备的出口，但是日本不能出口武器装备所以叫转移我不是把这个日本的武器装备从日本卖到了其他国家，而是从日本转移到了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就是交付日本的这些巡逻艇巡逻舰只要把武器装备拆了那我就是转移了。还有呢，就是把日本制造的水陆两用飞机也是转移。实际上呢，就从日本转移到印度，然后日本给他培训怎么使用这样的水陆两用飞机。那印度当然是要付钱的了。那这个两用飞机是这个能够在水陆两种场合或者是两个维度里边起飞降落。但是日本说它没有加挂武器装备但是印度如果从美国或者俄罗斯买了导弹，买了这个比如说鱼雷，那就可以从水陆两用飞机上进行发射那这一组合不就成了武器装备了吗？所以日本是在钻这样的空子。那他为什么在访问乌克兰以后要急于就是做这两件事情呢？因为在俄乌冲突中，我们看到日本是紧跟美国选边站的。那既然选边站，可是又受到和平宪法的限制，他就要钻这样的空子就是我出口的不是武器，我是器材，我没有就是出口武器装备，我是转移了武器装备。所以日本是改变就是它的这种实际的就是用途或者是说遮掩它的这个实际使用的环境来为自己真正的就是推销自己的武器装备，自己来参与相关的军事行动呢做铺垫做准备。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日本呢，它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以前，它实际上是在钻就是和平宪法的空子，找这样的机会和借口，特别是介入俄乌冲突渲染就是周边国家对它的威胁，然后呢来发展自己的这种军力。因为它的军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专守防卫的需要，而且它是10年来一直在不断的增加国防经费，不断的提高它的进攻能力，特别是从美国买一些进攻性的武器能够把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的很多的区域都给覆盖住而且还渲染自己要进行先发制人的这种打击。所以对日本的这些举动我们必须加以高度的关注。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